欢迎收看第977北京不静音。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啊，上一期节目没做好，最后情绪没控制住啊，哭了，所以就说不下去了。我做了将近3年的油管，将近1000期的节目，这是头一次。之前有一次呢，眼眶有点红，但是克制住了，但这次没克制住啊，今天应该不会了。我们继续为于朦胧发声。其实我的节目类型啊，是透过这些热点的话题呢，来聊背后的观念问题。所以一般而言呀，一个热点话题，我做1-2期节目，把那个深刻的观念问题说完，就 OK 了。因为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聊。但是于朦胧这个事情呢，我已经做了很多期节目了啊，大家给我的这个反馈留言是要求我持续的为它发声。那么我虽然不是什么大 V 啊，但我觉得我跟大家这几天的这种交流，你们能感觉到我的情绪，我从你们的留言文字里我也能够感觉到你们的情绪，我们都在互相的温暖，互相的支持。所以你们放心啊，我一定会持续的为它发言下去。而且呢，其实我发现，透过这个事情，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聊，每一期都可以是不同的角度。因为首先我发现呢，关注于朦胧这个事情呢，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现在都在关注它。上一次我做节目念了31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观众的留言啊。那么自那期之后到今天啊，短短几天又新增了16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啊。现在至少在我这里统计的有至少47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了啊。有的不知道，因为他没写他是什么国家的。你比如说他说西班牙语，那南美基本除了巴西之外都说西班牙语，你不知道他具体哪个国家，对吧？所以这个数字只可能更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所以我把英文字幕加上啊，偶尔说英文，那就是为了让全世界的人透过这个事件来了解啊，真正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以及中共的实质是什么。因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事件，平时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生活，专注于各自国家的事情啊，很难把这个视线投向中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么第二个更主要的目的呢，我觉得很多，首先从于朦胧的粉丝开始啊，再到为这个事情发声支持他的，原来可能不是他的粉丝，甚至不认识他的人啊。那么这些人里面，当然以这个年轻人的群体居多。我觉得这个群体啊，特别容易产生小粉红啊，没有贬义啊，就是说，并不知道这个真相，然后被这个党国的宣传教育给洗脑了。所以通过这个事情，确实可以让一些人觉醒啊。我也在抓住这个机会啊，用一些节目找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给他们听。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这样啊，我也想去再说一些不同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想回顾一下这几天于朦胧这个事件的一些最新的情况。首先，上一期节目里说的他的宠物狗啊，有可能已经死了。我想先纠正一点，上一期我放了一个这种现场的视频，对吧？是由3个小视频连贯在一起的。那么那第一个视频，有观众给我留言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出处来源，说来源于今年6月份有一个人在小红书上发的。这个是不是于朦胧？现在我们打一个问号，但是也有人去做了声音比对，说就是他。那么就有这一种可能，就是他的狗有可能是在6月份就被弄死了，这是一种可能。那你想想，从6月到9月，最后这3个月他是怎么过的，对吧？我还是坚持我的那个推理啊，如果这2只狗还安然无恙的话，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看不到任何关于它们的消息，无论照片还是视频？这就是一
一个最大的疑点，对吧？好，宠物的事情是这样啊，然后很多人关心他的母亲，实际情况是我们不知道，他的母亲现在处于一个失踪或者你认为是失联的状态。我个人判断，我觉得生命应该没有问题，不至于说还要把他母亲弄死。但是现在这个人肯定是被控制起来了，软禁或者就是完全把他露脸的可能性给屏蔽掉了，这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至少在四中全会之前，大家不会知道他母亲的消息。四中全会距现在还有差不多2个星期。这是关于他母亲啊，当然了，他肯定非常的难过。我们再怎样难过，也永远赶不上他母亲的难过，很难体会啊。大家就尽可能往深了去理解就好了。第3个情况，这2天传出了关于他的一份尸检报告，但这个不是以报告的形式，还是以这种类似微信上的一个聊天截屏的一个形式。这种东西太容易造假。没有办法核实，我也不想在这个地方去给大家展示这个聊天内容，因为有一些深爱于朦胧的粉丝呢，很抵触啊，对于这种角度，比如说关于他有可能被性侵，有可能这个尸检报告里描述的浑身的这些伤非常的惨。他们就觉得应该让他干干净净的走，但是说一句难听的，他走的就是不干净，他就没办法干干净净的走。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切，不就是为了还他这个清白吗？对吧？但是我还是不会念啊，我考虑你们的感受，我还是不会念，因为毕竟没有核实。那如果是假的，就等于我们在他的这个遗体上又去给他进行了一轮抹黑，对吧？这也是不对的。这就是我更早那期节目给大家讲的，我们现在在讨这个公道到底讨什么？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的作品，他的为人，不要抹黑他。他经历的这些真实的情况是什么？那当然了，现在有这么多的谣言，大家也都理解一下，对吧？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谣言？因为没有真相啊，官方没有真相，不给立案，对吧？不给立案也是最新的情况，就是到现在还是不立案。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详细分析为什么。这也是特别希望支持他的人，尤其中国人，你一会儿听我讲一下为什么，这很重要。好啊，接着说我们的这个诉求，对吧？一个是还原真相，一个是不要在他死后给他去进行一个2次的抹黑啊。其次就是要可以公开的纪念他，尤其是对于他的母亲而言啊，你无论是去安葬他，还是做什么法会啊，什么超度，给他点灯，各种的仪式，这些是应该可以公开去做的。这也是我们的诉求，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好，现在我们来分析为什么啊？于朦胧这个事情，我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因为说到四中全会了，对吧？这2天呢，《人民日报》大家看啊，出了一个文章，实际上就是在夸赞共产党，夸赞这个过去这几十年共产党带领中国很好啊。我们看里边有3句特别重要的话，给大家念一下啊。首先说，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够避免西方多党制下面的政策短视朝令夕改等等，说这个是为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提供重要的稳定锚这应该不难理解吧？我觉得，这当然了，西方的多党制有很多的弊病，但是中国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关键是犯了错误，还没有人能去纠正它、监督它，这个错误就会继续下去，会放大。它永远还是中国共产党，这根本就不是稳定锚，这是定时炸弹。那当然了，政策朝令夕改这种事儿，共产党干的多了，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脸自己写出朝令夕改这4个字。
往后这句话大家看，他说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个就是神话了。你是人啊，你是一个人组成的政党，每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自己的利益吗？都是为人民服务吗？都那么无私吗？不领工资吗？不贪污吗？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那么组合成一个政党，这么大的一个党，而且是完全集权的，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去的，没有人会去投票选他的，他根本就没有执政的危机感的这么一个党。那他不追求利益，追求什么呢？他怎么可能保证自己是廉洁的呢？什么监督都没有。所以这句话真的太不要脸了，写在这里。好，后面还有2句非常重要，是跟于朦胧这个事儿更相关的。首先啊，往下看倒数第4行，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可笑吧？后面还一句啊，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全都跟安全有关。我觉得这话于朦胧第一个不同意吧？你把人民生命放在第一位，最有安全感的国家发生了像于朦胧这样的虐杀事件，我们都不说谋杀，比谋杀还要过分。这个事情是因为是虐杀，是长期的有预谋的折磨，甚至这个长期可能是长达12年，这个太恐怖了。虐杀，虐杀的问题在哪儿呢？是在于凶犯的一个道德的完全沦丧，这比一个谋杀犯要严重的多。这样的虐杀事件，如果你中国共产党说是把人民生命这个什么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的话，你连立案都不立案吗？这是不可想象的，对不对？给大家分析为什么啊？首先呢，快4中全会了，政治稳定压倒一切，这篇文章已经说了。这话说出来，在中国是这样的，他就不能更改，尤其在习近平时代，党媒说出来的这个话，给自己脸上贴的这个金，夸的这个功德就不能修改，咬死了，他也是最安全的国家。那你发生了这么个事情，群情激愤，他还安全吗？眼皮底下如此惨叫，没有人敢报警，一手遮天的就在这里草菅人命，安全吗？所以这个东西爆出来，4中全会怎么开呢？这个脸打得啪啪作响。还有人说啊，为什么于朦胧的这些线索啊，这些天是一点一点像挤牙膏一样的往外放？有人，还有人说这个犯罪团伙录了虐待他、虐杀他的这个视频，就我们现在都没有看到，我们现在都是只听到一些惨叫，对吧？看到一些很朦胧的一些身影，但是没有真正的这个视频。有人说是录下来的，而且这个视频在暗网上以10万美金，可能一次吧，或者说看的资格在这里卖。我不知道啊，我没有去核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上这个暗网，但是有人说是有的。我们也打一个问号，只是个传言啊，打一个问号。但是这些线索一点点往外放，我觉得2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些有良知的人手里有这个资料的，觉得良心不安了，所以放出来。这是为什么？可能今天有一个良心发现的，过几天又有一个良心发现的，所以他这就一点点挤牙膏的放，这是有可能的。那第2个原因就是有人在用这个事情做一些政治操弄，因为毕竟里面涉及一些红色家庭的事情，那就分派系啊，可能敌对一方利用这个事情在做这种
政治拉锯战，在四中全会之前，这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个事情其实跟我们没关系。他们无论怎么去做政治上的事儿，我们紧盯住这个事件、这个案件，要求立案，我们要真相，我们要公道，对吧？我们要这些细节。你如果想证明现在外面的所有这些传言是假的，你比如说他的宠物没死，可以，那你就把现在这个宠物，你做一场直播嘛，中国直播大国，你就让福利和火腿都到镜头前来嘛，活蹦乱跳的，大家不就不传这个谣言了吗？还有包括于朦胧最后的一个情况，你公布出来啊，所有的细节，谣言不就止于真相了吗？所以没有，那就是不停的会有新的谣言出来。为什么不立案？政治，习近平只会算政治账。在他眼里，当然于朦胧这一条命算什么呢？其实这也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到现在，很多人管他这样的人叫什么呢？不是说什么叫表演艺术家，叫什么艺术家，叫演员啊什么的，艺人，哪怕是不是叫戏子。这个词可能很多国外的朋友不理解啊，戏就是戏剧的戏，游戏的戏啊，戏子，这个感觉啊，带着一种不尊重，在中文语境里。而且呢，甚至你可以理解成这个戏啊，你可以理解成是动词化，就是什么是戏子，就是可以调戏之子，就是可以调戏的人，可以戏弄的人，可以不拿他当人的人，玩他可以。这个词只要存在一天，在中文语境里，那么在中国人的思维里，就会有这样的思维定式，对他们这样的人，就觉得我可以玩你，玩弄你。那怎么才能玩弄人家呢？你要么有钱，要么有权，要么你都有。那这正是谋害他的这一伙人的一个情况，有权有钱，然后他们思维里觉得这样的人是戏子，所以就玩死他。中国呀，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拿人当人，甚至有传言啊，甚至有传言说他们吃了他的什么部位。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那当然可能跟一些邪教思想有关，觉得这是一场什么祭祀或者什么，反正吃了对自己好。大家别觉得耸人听闻啊，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没少发生，而且并不久远。文革的时候就在吃人啊，把人的肝挖出来煮了、烤熟了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他们是敌人，阶级敌人，这些人划一个比例5%都是阶级敌人，然后说把这个阶级敌人的这个心肝吃了，就能怎么怎么样，自己就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在这种思想作为就可以吃人，所以人在中国那片土地上，他就不是人，这是一个巨大的观念问题，就不拿人当人，尤其是跟自己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别人的这个生命就不重要了，可以牺牲掉。怎么牺牲？看法治，看当时的一个道德环境。如果法不责众，或者法律崩塌了，像文革的时候，或者像现在像他们有权有势，法律在他们面前不起作用，对吧？连立案都不立案，那法律不存在的时候，他们的胆子就大了。那杀害一个人的生命的手段就可以变得更残忍，就可以去虐杀。这是我想说的。那我觉得
从生命的角度，我特别希望于朦胧的粉丝以及现在支持他的，尤其是这些中国的年轻人，从这个角度啊，你别觉得说一说什么推翻共产党你就害怕，你就不敢听了，对吧？不聊政治，你从生命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那片土地的问题是不是不拿人当人？想要变好，不是说把中共赶下台就结束了，而是要彻底进行一个人本主义的教育和一场革命，让人们彻底的尊重每一个人，平等的每一个人，甚至每一条生命，一个宠物狗的生命，对吧？这些都是一个大环境造成的，并不是说很多中国人就比这个迫害他的这个传言这17个人啊，比他们要好，也不是，只是他们更有权有势，在这个事情上显出来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那个思维底色，跟这17个人也没什么区别。你给他们机会，说没有法律了，也没有人管着啊，你现在把谁谁谁杀掉，然后他的财产就都是你的了啊，你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吃掉，你就可以什么长命百岁了。你只要让他相信这个东西，他真干得出来啊，真干得出来。好，我们再分析深一点，这些跟红色家庭有关的人为什么这么狠？因为经历过文革之后啊，没有反思，中国那个社会就完全翻篇掩盖掉了。这有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在文革中被批斗的这些红色家庭，他的后代，他们教育出来的这些子孙，下手会更凶狠。因为从那个时代过来了，他们明白，你不把人置于死地，这个人就有可能翻案，就有可能报复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一次啊，冯小刚应该是在《锵锵三人行》上说过这个话，对吧？说如果文革再来一次，只会比上一次凶残10倍、100倍，因为这一次我要直接弄死你，不给你任何翻盘的机会。这就是对于一个历史上的悲惨的事情没有进行反思的恶果，它就一定会重来，而且会更凶残。好啊，分析到这儿，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中共不立案了。不能立，和他所宣传的自己这个安全呀，共产党的这个什么把人民生命看得有多重啊，跟这个完全是抵触的。你一立案，那就会有更多的人，中国人知道，怎么看呢？还有一个很敏感的四中全会了，对吧？那四中全会之后会不会立案？我觉得也不会。即便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个联署签名啊，虽然呼吁大家去签，即便现在是24万啊，我们就算乘10倍，240万，100倍，2400万人签名，又怎样？1000倍，这个世界上有2亿4千万人签名，又能拿共产党怎么样呢？中共就是不立案，习近平就是咬死了，不立案，不改，当做什么都没发生，铁腕镇压，全是你们境外势力在搅浑水，全是你们于朦胧的粉丝在胡搅蛮缠。现在国内的舆论就是这样啊，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些死忠粉在胡说八道，再配合上现在很多传的很邪乎的谣言，有一些知道这个事情的中国人就觉得，都是谣言，我不想再听了。包括其实我这期节目也知道，除了我们支持他的人之外，大部分人看见标题于朦胧已经不想听了。事情就是会这么进展。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不会灰心，但是实际情况大家也不用乐观，就是会关注的人越来越少，热度越来越少。乔任梁9年前这个冤情到现在有任何的进展吗？没有，没有。好吧，最后再给大家看一张图啊，还是说给已经觉醒的或者半觉醒的啊，支持于朦胧的中国的年轻人们。你们看看这个图。最近啊，国资委严查30年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这个巨额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条新闻是国内的新闻，你们都可以查到啊。我简单给你们解读一下这是什么事情。缺钱，缺钱啊！财政有巨大的问题，然后就用这样的方式去补窟窿。但是表面上看是查腐败啊，但实际上是把过去的30-40年的改革开放进行一个清查。你可以认为改革开放结束了，因为当把所有的这些自由流动都卡死之后呢，那就不存在改革开放了。而且这样的去补窟窿啊，他也做不到公平，对吧？查谁不查谁呢？那无非就是谁是习近平那个圈子的人，还是说你是政敌嘛？这样拆东墙补西墙是没有好结果的，而且这么着急的做这个事情，一个是财政出现大问题，还有就是后面有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需要钱。什么目标呢？战争。当然这个话题我们可以另外做一期节目细讲，但是想在这儿提醒啊，中国的年轻人，这个新闻再结合上这个于朦胧的事情，我觉得你们要小心啊，衡量一下自己。大部分人都是无权无势的，没有背景的，对不对？所以离那些中国人讲说我要找个贵人我可以跨越我这个阶级，但这个时代不是找贵人的时代。什么贵人？中国就2种贵人吧，所谓的，要么就是有权你觉得这是某某红色家庭的什么什么人，或者体制内现在当官的，对吧？要么就是有钱，你觉得这是一个大老板我跟着他，我觉得这就是我贵人。其实呢，大部分的这些大老板都是为这些中国的权贵去服务的有的就是白手套，有的就是这个有千丝万缕的官商勾结的，对吧？也不是什么贵人。那他们现在其实比你更清楚中国这艘船什么时候沉，他们也很着急要把很多的钱洗出去包括这个团伙一样的。为什么搞这些什么注册军火什么的，注册这么多公司，就是在洗钱嘛，这个很好理解。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会需要非常多的人替他们做这个事儿，他们不可能自己把手洗黑嘛。而且现在是接近尾声了，你要明白，不是10年、20年前。接近尾声是要干什么呢？要杀人灭口了，要过河拆桥了，需要替罪羊去顶罪了，因为钱洗的差不多了，这个事情有的该了了。那你跟着他们，那你不就是那个替罪羊吗？你就是那个代价吗？那现在卸磨杀驴的时刻来了。你已经在船上呢，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逃，对吧？你被这个盯上之后，你案例在这里，逃不掉。那如果你根本就没上船，或者你还在找各种机会能接近他们，我劝你真的离得远远的。你能润出到海外来，你就逃；你润不出来，在中国我原来讲过很多次，你就躺平，你就熬，千万不要暴露出你自己
有才华也好，有口才也好，有什么有这个颜值也好，还是有什么才能，不要深藏功与名，把你自己藏起来，在这样的时代，就熬到这个红色政权垮台，或者熬到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一起揭竿而起的那么一个时刻。但在那之前，你不要露头，不要被他们盯上。就是从你个人的安危来着想的话，OK 啊，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话。然后我会继续为它发声的，放心吧，没事。感谢收看、订阅、分享。